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胎压。我印象中好久了，有一次我在讲补胎的那一片，我里面有稍微聊到胎压的问题。那今天我特别找了两条，我依顺序来讲，这一条就是那一片补胎里面的那个主角。然后这条磨光以后，我换了这一条，然后这条又磨完以后，我现在是换了车上这一条。然后这三条的差别，其实胎压对轮胎或者车身的影响，会因为你轮胎的材质跟轮胎的尺寸，会有差异存在。像这条是110、70、12的，然后这两条都是120、70、12的。那以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因为以刚刚讲的那个型号来讲，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这个宽度，它的这个宽度是量这个圆弧，它并不是量这个角度，这个直角。它不是量这一边跟这一边的直线距离，它是量整个弧度，懂我讲的意思吗？所以你们仔细看哦，一样都是70、12，但是差别就是在前面的110跟120，所以你可以看到110的它的扁平比，它的这个弧度会比较小，就边边这边，然后120旁边的弧度会比较高。这也就是很多人，这个有点题外话了。你装110，你可能会觉得在转弯的时候，你必须去用力把车子推进弯里面，就是去倾斜车身。反而你装120的时候，你只要很轻松的把车头指向弯道，它车子就会很自然的弯下去。就是因为后轮的弧度比较大。这个圆弧面，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排出来。110的、120的，高度会有差别，就是因为，刚刚讲了，前面的110，它量的是这个点，从这个点围绕着这个圆弧来到这个点，它是量这样子，它并不是量这一个点跟这一个点的直线距离。所以会造成它120的圆弧会比较圆，像这样子会比较圆。然后110的话，可能就是我们假设好了啦，这个是一个半圆，那120的是一个半圆，那110的可能就是2/5圆，这样应该比较形象化。好，然后我们继续来讲胎压。那刚刚讲到，胎压会因为轮胎的材质、轮胎的尺寸会有所不同的反应存在。那其实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轮胎的表现，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，以轮胎来说。轮胎它不只负责了，以驱动轮来说好了，像机车都是后轮驱动比较多。那轮胎它不只是负责动力的传递，因为我们那个传动箱动力输出来以后，透过齿轮箱让动力来到了轮胎，轮胎去抓住地面，然后进而推动车子。然后轮胎还要负责转向，然后轮胎还有一个比较少人会去注意到的点，轮胎它还必须去负责吸震。那关于气体对吸震的表现，最直接的就是像篮球，我们如果把篮球气压打薄一点。一样的高度往下丢，
它反弹的高度会比较高。然后相同的，如果篮球的气压打得比较低，一样的高度，它往下丢，它回弹的高度就会跟着比较低。那一样，像在车辆上面，如果我们一颗轮胎胎压打比较薄的话，势必就跟篮球一样，它的吸震性会比较差，然后进而它会把我们在路上碰到的一些路面不平啊、坑坑洼洼的反应直接回传，只要大于轮子能够吸收的避震性的话，它就会回传到避震器上，然后避震器最直接的就是回传到车身上。这个就会造成可能你车子会有过度的弹跳，譬如说，可能一样的坑洞，你用不同的胎压、一样的速度去经过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车子的震动感会有差别在。那相同的，以轮胎来说，其实一条轮胎，同样的一条轮胎，你在不同的胎压的情况下，你所受到的撞击很有可能会去影响到轮胎本身的寿命。尤其像汽车，如果你胎压比较低的时候，你如果压到一个比较大的坑洞，它很有可能会直接把它胎壁的那个钢丝夹断，然后就会变成凸一粒，就是捧箍，我们讲的捧箍，那种轮胎都一定要立刻换掉，因为那个捧箍它就是差别，它就是因为里面那个叫什么侧帘哦还是什么，它是钢丝，里面的钢丝断裂。因为摩托车胎来讲，以轮胎来讲好了，我们市面上我们一般人最常接触的就是脚踏车胎、摩托车胎、汽车胎。那以摩托车胎来讲的话，基本上它这个面里面都是应该算是棉纱哦，那个应该台语是叫米塞链啊，然后应该来讲它有点像是绳子那种东西，它只有边边这边它里面会有一圈比较粗的钢索，因为这个要去抓住铝圈，所以它这边里面会有钢索在。脚踏车胎也是一样，这边里面都是有编织物，类似布的那种编织物，就米塞那一类的。然后边边也是都有钢丝在那个钢索在里面。反而汽车的它基本上它整个里面都是钢丝，连那个胎面都是钢丝，除了特殊胎，像比赛用的全热熔胎，那个里面有的就是那种米塞链，它也是就像摩托车一样，它就最边边里面那个最边边必须抓住铝圈的那个内圈，只有那一圈是钢丝，其他都是米塞。那种轮胎的好处是，它热胀冷缩的反应比较轻微，然后轮子也比较轻。那我们现在回到胎压这边好了。那我记得在补轮胎那一片里面，我有聊到为什么我会把我的胎压降到30磅。那是因为说实在话，以摩托车来讲，尤其像这种双避震还有排骨的这种车，真的换后轮真的很麻烦，你要拆排气管，拆这边这支避震，还要再拆排骨，然后才能把轮子拔出来。当然你单避震的也是必须要拆排气管，但是我觉得拆排气管还好，不会太困难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想，如果我胎压低一点，
胎压低一点，势必轮胎就没有那么的尖。就是因为你如果胎压高的话，你轮胎会撑得比较薄，这个圆弧面可能会失圆。我们假设好了，像我现在车上这个胎，我们假设它是一个半圆，但是如果我打得更薄一点的话，它可能会变得比较尖一点点，可能那个弧度肉眼可能看不太出来。应该这样讲好了，因为我现在车子后轮是悬空的状态，如果我把中柱放下去，让车身本身的重量施加在轮胎上的话，它本身的柔软性，它会让这个接触面积增大。那如果我一样的状态下，我胎压比较薄的话，势必它的接地面积就会变得比较小。然后一般来说，我们骑摩托车来讲好了，几乎80%、90%的时间，我们都是在直线上，而且很少会有那种弯道可以让，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压车，可能就是都顺顺的握，可能你的摩擦点在转弯的时候就变到这边而已，基本上都在这边游移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我胎压降低，尽量让接地面积变大一点，那是不是我整个重量可以让轮胎的磨耗撑得久一点？譬如说我可能打32磅的时候，我一条轮胎可以跑这个应该要算是公里，应该要依公里数下去计算了。那我这样讲好了，假设我打32磅，我一条轮胎我可以跑8000公里。那如果我打到30磅的话，我可能可以跑到8200公里，甚至8300公里。当然也可能会比较少一点，但是终究应该还是可以比8000多。当然有人想说啊，不就换一条轮胎你去考虑这么多干嘛？但是胎压的高低，除了影响一条轮胎的寿命以外，它还会去影响你在行驶过程中的安全性哦。像胎压比较高，它轮胎本身的吸震性就会变得比较差。你可能在转弯的时候，或者说直线上压到比较大的坑洞的时候，你车身会出现比较大的弹跳。那个有时候你如果龙头一个没有抓好，那有的时候真的很危险。那相对的，你可能你适度的，你如果有在载重物或者常在载人的话，你适度的把胎压提高一点，这个也可以增加你在载运货物的过程中的一些稳定性。因为毕竟一条轮胎能够承受多少的重量，除了轮胎本身的规定以外，它跟胎压也有很大的关联。你譬如说你灌32磅，你在100公斤的时候，你可能轮胎的接地面，你可能轮胎会你的接地面积会过大，那这样长久行驶下来可能会造成这个可能就要先讲一下胎压。因为以正常来讲，刚刚一直在讲胎压过高，胎压过高就是会导致轮胎变得比较尖，接地面积就会变得比较小。但是你胎压如果过低的话，你可能会导致接地面积过大。你接地面积过大了之后，有时候中间这边反而会磨不到，它都是磨两边。但是这个现象在汽车上比较明显，摩托车上反而很少会看到。
总之，如果你是有载重物的话，或常在载人的话，胎压适度的打高一点，这个是 OK 的。如果你多半都是一个人骑的话，你胎压打过高真的很危险，因为就像刚刚讲的，车子可能会出现多余的弹跳，而且可能会影响车身上一些零配件的寿命，像避震器、轮胎，它本身该吸收的力道，它因为胎压过高没办法吸收的时候，它直接就把那些冲击力直接就是传导到避震器跟车身上。所以说以胎压来说，基本上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话，就是按照轮子上，其实轮胎上面都有很多标示，这个可能很多人都讲过了，我就不再去细聊。基本上一条轮胎的载重量，它的最大载重量，它的磨耗系数，它的胎压，这个都有要求的。你稍微超过一点点，或者稍微低一点点，这个都是 OK， 都是它的承受范围。这个就比较偏向于个人需求下去做调整，所以我才会说，我从32磅降到30磅，我主要要求就是，我希望轮胎的磨耗能够慢一点，然后也增加轮胎本身的吸震性，还有它在弯道的时候，它的跟路面的贴合的程度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回到汽车来讲好了，因为说实在话，汽车跟摩托车的轮胎设定，它本身的调性就不太一样，所以才会变成说，摩托车胎是圆的，因为摩托车在转弯的时候，它必须会有一个倾角出现。那反而是汽车正常来讲，除非你比较极限的操控，弯道弯得很凶，要不然车子的侧倾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而且再加上刚刚所讲的胎压过低的时候，其实刚刚有讲到，如果汽车的车胎如果胎压过低的话，太低的话，它很容易导致中间没磨到，反而磨两边。这个现象在摩托车胎上很少看到。当然你那个几乎都是扁，你的胎压几乎已经非常非常低的时候，才有可能会出现像汽车车胎的那种现象，就是只磨两边，中间没什么磨到。那胎压过高的话，就跟摩托车胎一样，几乎都会只磨中间。然后再加上汽车的重量跟它的惯性都会跟着比较大。如果你的接地面积因为胎压过高而变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真的失控的几率就会高很多哦。然后再加上车子，一般来说很少会有车子它不做倾角，像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出来，我的车子也是有一个倾角，就是台语讲的 camber。只是我的倾角比较小啦。你如果倾角过大的车，你胎压又跟着打太高的话，你基本上你都是轮胎里内侧在接地，你那个轮子的偏磨就会非常的严重。那再加上，其实最主要胎压过高，我能够想到的好处，真的应该就是省油而已。它的好处可能就只有这个点，然后它的坏处我可以想到一大堆。以汽车来说好了，你胎压过高，轮胎的磨耗的偏磨会很严重，
然后它的抓地性会变差，然后它轮胎无法吸收的冲击力，它会直接回传到你的车身上，透过避震器回弹到你的车身上，这个都会减低避震器的寿命，跟你车身一些零部件的过度的磨损，进而你的内装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异音，甚至可能比较老的车子，它车里面内装一些塑胶扣很容易断掉。其实这一点在摩托车上也会有同样的反应，只是毕竟摩托车上它上面的车壳那些锁点都会比较少，而且几乎都是用螺丝下去固定，所以这个现象会比较轻微。在汽车上就很严重，像我汽车我现在没什么在开，基本上我如果去加油，我都会把胎压打到35磅，然后回来就放着，因为说实在话，轮胎这种东西，它或多或少都会自然的泄气。那如果那时候我就是考虑说，如果我胎压打正常的话，如果停放时间长一点，如果一个没有注意，可能轮胎会变得比较扁，然后久而久之就会变成那个车又没有移动的话，久而久之会变成那个接地的那个点，它那边的橡胶里面的钢丝，它承受的压力会比较大，久而久之那边很容易就会比较容易出状况。当然，如果你们那种每天都有在跑的车子的话，就不用打到那么高。基本上就是按照每台车它所规定的胎压下去打就好了。但是基本上，我看过的车辆可能就可能载5个人啊，然后前轮后轮大概需要打多少磅？其实我觉得这个除了一些你们真的很常很常满载的朋友，或者说有在载货的朋友，这个对你们影响会比较明显。要不然一般来说，像我的车，我基本上我都是4轮，我都是32磅。然后因为你如果在冷车状态下打32磅，你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，因为空气会受热膨胀，它的胎压会自然升高一点。会升高多少？这个没有一定的数据，这个会因为你的轮胎的接地面积大小会有所影响，跟你行车的速度会有影响。你轮子所承受的摩擦力越大的话，空气受热膨胀的几率就会更高。所以说，胎压这种东西，很多人都没有在注重。你有时候真的在马路上，你可以看到很多摩托车，它轮胎都是扁扁的，然后甚至有些汽车，你也可以看到它轮胎都是扁扁的。因为我觉得胎压是最多车辆使用的人最容易轻忽的一点，除非是真的很明显，或者说有人提醒。要不然我觉得真的很多人不会去注重胎压这种问题，但是胎压真的影响到很多地方，就像刚刚讲的安全性、操控性，然后会影响它的抓地力，或者导致它轮胎会出现过度的磨损，这个都必须去注意的地方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个胎压的问题大概就到这边了。那如果各位朋友对胎压有不同的见解，也欢迎留言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